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tuna。我是雷克斯，这一集想带大家看看我在东京最喜欢吃的一些地方，有些是第一次吃，有些则是每一次来东京都会想再吃一次。进来排队啦。Hi, can I get a egg salad sandwich? Yes, we have brown. And can I add on an avocado? 对呀，隔壁这家面包店看起来的面包就好好吃。来了，这个是我的 hash brown egg salad with avocado， 开心，超开心。我一直觉得东京很适合慢慢走，有时候一杯咖啡、一条街就可以消耗整个上午。我很喜欢这种不需要赶行程的旅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特别喜欢这个感觉，就是坐在繁忙的东京，坐着喝咖啡，然后看人，对，还蛮舒服，蛮喜欢这个感觉的。现在来吃这家，据说还蛮便宜，不会很贵的炭火烧干物定食，蛮多便宜的鱼的选择类型的，而且不会很贵，就从650日元套餐起跳。你看1000日元就不同的鱼啊，然后有鸡，价钱真的还蛮便宜的。食物来了，超大碗汤的，然后我点的是烧米饭。点的是三文鱼。以前来东京，我总是一直找最浓最香的拉面，后来反而越来越喜欢这种很普通的定食，看起来很简单，却很容易让人想念啦。大家都很嗨的啊！这一家是在新宿新宿区。嘿，我的拉面来了，这个是柚子拉面，香，超清甜。味道超像柚子，我超喜欢，吃了不会腻，然后酸酸甜甜的，喜欢呢。以前我一直追求最浓的豚骨拉面，但现在反而越来越喜欢这种清爽，吃完没有负担的味道。接下来吃 burnt cheesecake， 那我在 IG 上面刷到说这家 burnt cheesecake 很好吃的，进去啦。哎，这里98%都是女生。嘿，我的 burnt cheese 来了。我点的是 espresso， 因为吃甜的就想喝点苦的。一个可爱的熊熊掉下来了。我发现东京人好像很会做甜点，不只是好看，很多时候第一口吃下去都会让人有点惊讶。也难怪我以前每次来东京都忍不住留一点胃给甜点。吃饱了，好吃，喜欢。那这里呢，最有名的就是吃 French toast， 没错。然后这个是它其中一个很有名的 with butter and maple syrup French toast。早上 only for breakfast。现在我就在 The Front Room 这一家非常有名是 French toast 的一家店。如果住 Tokyo Station 附近的话，或者是 Ginza 到这边是蛮方便的。我们 French toast 来了，这个是配鸡蛋，还有配 sausage 的，然后这个是 whipped cream， 然后再一个是 with 就是 yogurt。它整个感觉是很 fluffy 的，它是比较偏湿的，就是 French toast。像我们吃鸡蛋 French toast， 我词穷，我不能讲什么。它的 cream 本身就很好吃了，它不会吃腻的那种 cream， 我不形容，但我觉得很好吃。我没有吃过这样类型的 waffle 的口感，味道咬起来就是绵绵的，但是很好吃，味道很香。你可以吃到很 balance 的那个口感，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好啦，那吃了7000多日元，就是3个 French toast， 然后3杯 Americano， 价格没有很便宜，for一个早餐。这条小街
很惬意，很好看。就下雨天，每个人都撑着雨伞慢慢走。现在我们去吃午餐，我们需要用抢购的，就是1个星期前去抢那个整个 reservation， 就是因为它店铺好像只有6个位置，如果没有错的话，花了很多心思抢那个 reservation， 就是预约。它是一个很好吃的米其林推荐的拉面。我发现东京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同样都是拉面，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个性，有清爽的，也有让人愿意排上好几个小时的。接下来这家店都是很多人来东京都想朝圣的一碗。对，我们吃的应该是这个，它最有名的2200，那还有其他的，那我们一定是吃这个吧？这个应该是得奖的那一个。所以呢，我的拉面来了。OK。第一次喝到它的汤头，我真的有点意外，很轻却很有层次，难怪这么多人愿意花时间预约。这个真的很好吃。What is this inside? So truffle and flavor. Yeah. Truffles in? 这个里面有 truffle 的味道，超级香，超级好吃。大肠叉烧，这个是比较厚，你看，没有跟瘦肉一起混合那个口感味道，然后咬下去也是不会干干的，好吃。很好吃，对，2个厨师，他们非常的用心在准备我们的拉面，就感觉到他们真是对他们的这个拉面非常的有高要求，对，所以 that's why 他们的 menu 呢只有1个，是重点的 menu 只有1个。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每次来东京，我最期待的其实不是哪一家餐厅，而是傍晚开始，整座城市慢慢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白天的东京很安静，但晚上好像所有人都下班了，大家都聚在一起，吃点东西，喝杯啤酒，一天好像就在这里结束了。那我今天要来这一家 which is 我曾经来过，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居酒屋。没错，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呢，就是在这个这么拥挤的Izakaya 居酒屋里面，这是在 Ginza 里面的居酒屋，超级 cozy， 因为它就是在一个火车轨底下，你看它就是整个斜下来这边，对，我呢就挤在这个下面，我一撞就撞到头了。那但是我觉得这里超有 feel， 超有感觉的，因为全部都是当地日本上班族，就是他们上完班来这边喝酒的一个地方，感觉超棒，我真的超喜欢。这是我第2次来这边，那我也超喜欢，因为这里真的给我一种很有日本居酒屋的感觉，就当地 local culture 的感觉，所以这里真的氛围超棒，对游客非常 friendly 啦。你可以点，它有中文跟英文的菜单。你可以，我们就点了一些酒啊，还有一些吃的。来，我们先 order 了这个是烫这猪舌鸡皮，我超喜欢吃伊萨卡亚的鸡皮，很好吃的。这是鸡心，鸡皮。Nice。那我来的就是这个地方 ，Yakitori。Okay. Very good, very nice. So good. Thank you. Yeah. Okay. Thank you. Thanks. 现在每个上班族喝完了，就是喝完酒了，然后吃完 Yakitori， 就跟同事啊、朋友们就开始回去了。这个感觉超棒，我超喜欢这一种感觉。吃晚餐的地方是一个地下室。如果说刚刚是东京下班后的日常，那这里更像是一场用餐的体验。我很喜欢日本料理的一点，很多时候吃的不只是味道，而是整个用餐的过程，看着料理慢慢完成，再亲手送到你面前，那份期待好像也成了料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吃烧烤。
前面摆放的全部都是鱼，就是新鲜的鱼，然后就开始烧烤。今天我们吃烤鱼，环境非常的有感觉嘞。这师傅就会在我们面前现场烤鱼，撒盐烤鱼。正在烤着的还有那个大洋葱，你看好大粒的洋葱，还有一些 mushroom 是蘑菇，还在撒盐呢。我们的前菜来了，有4种，就4、5种的 sashimi。那我们 order 是 set dinner。对，哎，你看这个呢是那个贝壳的壳来的嘞。很有风味啊！对，很有风味，很有心思的一些设计。是沙西米，完全没有腥味，很好吃，很秋味，对，很有嚼劲。吃蘑菇，很大力抓着那个菇的茎，然后先喝它的四周围的汤汁，蘑菇汁，对，先喝它的蘑菇汁，再吃它的蘑菇头。好，先吸一吸它的那个旁边的汤汁。哇，很好喝哎。他说那个茎没有烤，所以不能吃，可是它旁边很好咬。我现在在这一家康安达瑞呢，就是第2家的分行。第1家呢，因为已经约满，所以我就没有吃。我们来吃这一家是第2家分行，它其实是走路在对面而已，大概2、3分钟就到了。这家氛围感也很好。那前面呢，师傅在你面前烤鱼啊，烤蘑菇，然后烤那个洋葱，烤鱼，然后感觉上那个很好吃的洋葱要来了，很大粒的洋葱，我要拍。Hi，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We have a salt from Hokkaido, Oh, the north okay. part of Japan. Okay. It has kombu and scallop moy in it. 对，刚才店员就说，第1口的时候就新鲜那种吃下去，第2口的时候可以蘸那个 Hokkaido 那个北海道的盐，就是北海道盐，这样吃越好吃。他说这个 onion 是甜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哦，你中文中 OK。嗨，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鱼来了，很大条哎。这个是突然间那个店员给我们的一个小 surprise， 给我们一个 Merry Christmas 的一个小蛋糕，很 sweet 的他们呢，我真的觉得这边 service 还不错。超香的 waffle， 然后我想说一定要买一个来吃，决定买一个来吃了。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180的人梗。哎，拿到了，因为它太香了，所以我就买来吃，脆脆甜甜的，好吃。冷啊！我发现东京有很多居酒屋都不只是吃饭，更像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我们来这一家，它就躲在这个小巷子里面的下面楼层，鱼秀。我们进去看看，全部都是当地的日本人，工作之后来吃东西。这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啦，新鲜的 sashimi。还有马肉，这是牛肉。这里有马的 sashimi， 对，然后我们没有点来，因为我不怎么敢吃马肉。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差不多500日元的一个 otoshi， 所谓的 otoshi 呢，就是一个所谓的 appetizer 的一个 fees 吧，就是大部分的izakaya都会有这个 charge， 对，当然会给我们一些小吃，还有这个姜茶 for 这个 otoshi。这个是三文鱼，上面有 avocado， 上面还有一个鸡蛋，朋友的牛肉上面有鸡蛋。然后这个是600多日元，大概600多日元的 Mentaiko 的这个汤饭泡饭，其实还蛮喜欢吃泡饭的。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就是我把那鸡蛋打破了，就这样掺那个鸡蛋吃这个生鱼片，很好吃啊。对，我们现在去吃炸猪排。
很多人说日本的炸猪排很好吃，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外皮的酥脆，而是每一口都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澳餐是这样子的，3500日元，然后4500、6600。还有些在里面呢。其实它的其实这里呢蛮小的，1、2、3、4、5、6、7个位置。难怪是需要预约的。然后当然我看到我们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它是写着今天的预约已经满了哦，所以就是已经 fully boo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买猪肉来了，哇，拿下来了。这师傅会放在上面，然后自己夹下来。你要吃的这边夹下来，是第2片的。然后这个你看脆脆的。这个是可以沾盐吃，这是juicy的，水水的。这一部分我不懂是哪一部分的猪肉啦，但是这一部分是后面脆脆的。这一部分可以加 wasabi 还有那个 soy sauce 一起吃。这个很好吃的，最后一个。这个好面。最后一个 is the best。那个猪肉是偏，就是它感觉上不是全熟的，因为它有点还有一点血的感觉。这是第3片。那说真的，它看起来确实有点像那个牛肉。它在那个 menu 上面有写说，有些猪肉你吃起来味蕾感官上面呢会很像牛肉，这点要注意一下。它讲并不是牛肉哦，这是猪肉，这是很特别的一点的猪肉，所以你会吃到像牛肉的感觉，这是正常的。那是湿湿的，看到没有？它在湿湿的，好吃好吃好吃！尝试一下吃猪肉东卡子的不同猪肉部分，然后的口感。对，我听师傅说你要配怎么吃法，就好像有些可以配盐汁，有些可以配它的酱汁吃，然后有些是配那个 wasabi 吃，各种吃法都有不同的经验。那我觉得蛮好吃的，价钱不会很便宜，但是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吃一吃哎。如果说寿司是很多人认识日本的开始，那这一餐又让我重新认识了日本人对鱼料理的讲究，用炭火慢慢烤出香气，一点点逼出油脂。光是看这其实就已经很享受了。幸好穿短袖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烧烤店，我们点了一份是大概15000日元的套餐，这里蛮不错的，就是有整个氛围就是还蛮烧烤的感觉，就是每个小小的小包厢里面的一个烧烤的感觉。开始喽，这是有海胆。Same。OK。哦哇 OK。哦耶。这个烟是直接吸上去的，超厉害啊！超专业的，它直接放上去饭上面。哦，这上面有海胆，还有 tuna， 真的超级好吃呀！它的肥肥的，然后这一个也是 tuna with garlic。这个是 white fish， 是 sashimi。刚才我吃的第一个 tuna， 这个超级无敌好吃，我一度还以为它是猪肉，这种口感，其实它是个鱼，它是 tuna 鱼，很肥的 tuna 鱼，咬下去的咬劲，有点像是五花肉，那油脂在嘴上散开的感觉，超棒。里面有葱，很香哎，层次感、口感非常的棒。不同类型的鱼类，这个是 Another one is the popcorn fish. 哦 ，popcorn fish。Popcorn. 哦 Fugu. 哦 ，OK。Yeah. You lime. You please wait, okay? I 哦 will like ，OK，no problem，no problem。哟，鳗鱼，你看烤的，有吃了猪多肉，哇，看它汁
吃饱了，我觉得很好吃，就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tuna， 就是因为可能它够肥吧，就 fatty tuna， 然后吃下去的口感 ，everything just wow for me。如果你喜欢吃烧烤，然后喜欢吃 tuna， 然后吃一些 omakase course 海胆的饭啊，感觉上这里也是不错的选择哦，而且还蛮靠近金早，它是在 Tsukiji 的附近。不知道你们旅行的最后一天会不会也喜欢找一个地方安静坐下来，不赶时间，也不用急着去找下一个地方，就慢慢回想这几天遇见的人、吃过的味道啊，还有那些很想再回来一次的地方。耶，它的 menu 里面其实真的很多选择了。那它的 concept 都蛮不错，就是加入一些日本的一些element 下去 ，culture 文化，它的 graphic 的 design 也很好看 ，menu 的设计非常的好看。个人是点的这个 kappa and yuzu， 就是有一点 cucumber 黄瓜加一点 vanilla tea 跟 wood。So we're using a bourbon whiskey and the Japanese master with a French robot. Wow, okay, wonderful. Welcome drinks. So we use Japanese sweet potato liquor with strawberry syrup. Wow. Also has snacks here. Thank you. Sweet rice cracker and curry. 旅行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留一点空白，不赶时间，好像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哦。这里的服务员都非常的棒，他们会讲英文啊，然后全部英文都非常的流利，所以他们会给你 recommendation， 你要喝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介绍他们的 concept everything 也不错 ，fantastic，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我很喜欢，音乐也很好听，我不能播音乐，因为有版权的问题，但是音乐很好听。喜欢。每次来东京，我都会吃很多不同的餐厅，但真正留在记忆里面的，好像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每一段走过的街道，每一个安静坐下来的午后，还有那些让人想再回来一次的瞬间。希望这支影片也能成为你下一趟东京旅行的一点灵感。我是雷克斯，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吧。